男人习惯用右手捻灭烟头的动作，瞬间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因为普通人不会这么做。通常罪犯才有捻烟头抹指纹的习惯。嗅觉灵敏的他立马察觉出这个男人与7年前一宗灭门大案有很大关联。事实上，也正如警察所猜想的那样，表面上这个男人是一名能力卓越的警察，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隐藏多年的强奸杀人犯。7年前，福建西陇发生了一宗灭门大案，一家5口全部被残忍杀害，女孩更是被侵犯猝死。作案人手段残忍，但却心智过人，现场几乎提取不到一丝指纹。然而，罪犯唯一的疏漏就是女孩身上的吊坠，有人竟然在上面摸了一下，而这个人就是辛晓峰。事发后，他便有了捻烟头抹指纹的习惯。在这7年间，3名罪犯摇身一变成了正经人。辛晓峰当了一名协警，办案时他总不要命地冲在最前面，或许是通过做好事来赎罪。老杨当起了出租车司机，每天开出租维持生计。老陈则因一场意外变成了傻子，他带着3人捡来的女孩尾巴栖息在一间渔场中。然而，虽然有些事可以烂在自己肚子里，但却躲不过冥冥中注定的结局。这天，警局调来一位新队长伊谷春，他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，从西陇调来做了辛晓峰的上司。一天在任务时，一队只是看了一眼身侧的出租车，顿时眼神变得凌厉起来。辛晓峰发现队长眼神不对，当机立断把出租车别了下来。只见一队将手枪上膛，迅速跳下汽车。他的举动让辛晓峰品出了一丝不寻常，也连忙跟下来，接着用手枪震慑车内。辛晓峰大喊一声上去拽人，司机惶恐不安。然而突然坐在副驾上的人手伸向包里，但被一队发现，当即喝止：手别动，来人，报道！辛晓峰赶忙冲过来支援，他拿下副驾嫌犯的包，直到他翻开包当场愣住了，里面竟然藏着一把手枪。这次行动让辛晓峰下意识感到一丝恐惧，因为这个上司眼神实在太毒辣了。但更令他恐惧的还在后面。这天深夜还在开出租的老杨不料遭到打劫，好在这时被巡逻的警察发现。劫匪见状被吓得心惊胆战，连忙让同伙藏起了武器，而来者正是一队。干嘛呢？找不开钱了，车怎么停成这样啊？路滑。此时一队已经起了疑心，用手电挨个把里面的人照了一遍。算了，钱我不要了，你们下去。谢谢警官，这几个是我老乡，老不给钱，能蹭就蹭，好也没用。谢谢啊。慢点开啊！就在老杨开车离开一队刚要上车时，他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把匕首，一队连忙上车追了上去，结果追了一段路，并没有发现老杨的车。随后老杨连忙将此事告诉辛晓峰。我看他警察的眼睛挺毒的，他也没看清陈文，没准儿。辛晓峰下意识再次用右手拇指和食指直接把烟碾灭。这时他猛然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正是赶回来的一队。辛晓峰害怕时间久了事情暴露，于是决定从宿舍搬出去住。他和老杨2人在郊外找了一个公寓，然而这一举动彻底断送了2人的性命。辛晓峰告诉老杨，新来的队长非常敏锐，老杨劝他真要是直觉不好就辞了工作，就算辞了那姓易的也不能怎么着。第2天，辛晓峰便拿着辞职信去找队长，结果刚好撞见一队把文件摔在地上。看到队长正在气头上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并没有说出辞职的事情。而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彻底转变了他。这天队里执行任务时，冲在前面的辛晓峰突然掉到水下暗洞，他的脚被钢筋网卡住，挣扎不出来，眼看快要憋不住就要溺亡时，一队跳进水里拼命拧开了钢筋，九死一生将辛晓峰卡住的脚拉了出来。执勤回来后，辛晓峰穿衣服的时候摸出了已经湿透的辞职信，他看了看，最后扔进了垃圾桶。第2天开车时，一队闲聊时突然提起当年的强奸杀人惨案，而此时辛晓峰已经被吓得表情僵了，看得出他又想到了那件事。慌神中，辛晓峰猛地踩住刹车，差点掉下旁边的悬崖，2人都被吓得呆住。辛晓峰向后看去，只见一只狗从车后向远处跑去。那活物你没看见啊？慌慌张张。爷。辛晓峰嘴里的烟已经烧了多半，这一提醒，辛晓峰连忙将烟拿下来，用右手捻灭，但这动作引起了一股春的警觉，辛晓峰也意识到了不对，但一队没有听进去，因为他已经对小峰和当年的惨案产生了怀疑。辛晓峰提心胆战地调整车头继续前行，一队缓缓说出了当年的惨案。作案人手段残忍，且心智过人，唯一的疏漏是女孩身上的吊坠，有人在上面摸了一下。当天有人在水库边看见3个小青年，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。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天谴。也许世上真的有一队所说的天谴，因为白天老杨撞见一个女人的包被劫匪抢走，争议性爆棚的他带着女人拼命追赶，最终把劫匪堵到了桥下。此时前面已经没有了去路，劫匪下车掏出匕首，但老杨浑然不惧，他下车去捡地上的木棍。这时候女人也下了车，劫匪想先劫持女人，老杨在拉女人的时候，不料被匕首划伤了腹部，但他也趁机拿木棍打在了劫匪头上，随后用衣服掩盖了自己受伤的腹部。
但他没有留下来接受道谢，而是上车赶紧离开。回到家后，他强忍着疼痛，拿出针线和白酒，用白酒给伤口消毒，开始忍痛自己缝合伤口，每一针都疼彻心扉。但为了不被人发现，他只能咬牙坚持下来。当辛晓峰回到家时，发现老杨已经因为疼痛陷入了昏迷。他连忙把老杨扛在身上送去了医院。然而刚到医院，他又接到了老陈的电话。老陈告诉他，尾巴浑身抽筋，现在也在医院。等他拿到尾巴的诊断书时，整个人都快要崩溃。随后他坐在老杨的床边，并告诉他，一队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怀疑。老杨决定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逃走，然后将收养的女儿尾巴送到孤儿院。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小峰突然嚎啕大哭。他从口袋拿出尾巴的体检报告给老杨看，原来尾巴患了疾病，再不做手术，他1年都活不过去。老杨心里悔恨，一巴掌把辛晓峰打倒在地，而自己牵动伤口也倒在了地上。你别说，你别说，你说。认命了。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，总有一道墙堵住他们的生路。为了凑齐尾巴治病的5万块，两人焦急地想办法弄钱，但一个只是协警，一个只是开出租的司机，短时间根本凑不出这么多钱。突然，两人震惊地发现一队就站在不远处，而身边的姑娘正是老杨几天前刚救下的女人。原来这个女人是一队的妹妹。一队审视着老杨，老杨也盯着一队，两人瞬间都认出了对方，但他们却当作不认识对方，相互握手问好。此时由于出现紧急任务，小峰跟着一队赶往了现场。车上小峰坦白他们是3兄弟，因为收养的孩子心脏出了问题，需要马上手术，所以就在商量筹钱。看到小峰心情有点沉重，一队也不愿再多问什么。两人来到现场，发现一个跳楼的男士横在地上。两人来到楼上勘察现场，而一队随后又下了楼。趁着一队下楼，小峰连忙给老杨打去电话。阿道，那天查车的那个就是他。我没接你。你是说他刚才认出我了。但是装着没事儿。你那儿，现在又是我这儿，留给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没多少了，小芳。小峰此刻有些抓狂，他没有注意到有个男人走进屋里，拿起餐桌上剩下的酒，一口气全部喝掉，然后直接冲向阳台。小峰激怒着冲过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男人跳下阳台时踢翻了旁边的盆栽。就在要掉下的时候，衣服挂在放花的架子上，辛晓峰这时赶到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。一队正在和办案人员交谈，掉下来的盆栽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队连忙冲了进去。然而此时电梯还在27楼，他不假思索，直接选择爬楼梯。等他晃晃荡荡、全身湿透的跑进楼道，向阳台看去，只见小峰和男人瘫倒在阳台上，他心有余悸，一下子也累瘫在地上。一队为了找出当年案件的真相，他来到师傅家里，师傅告诉他这件案子有个细节，当年被强奸的女孩跟别人生了个孩子。这时一队突然想起那个叫尾巴的孩子。第二天警局执行抓赌行动，看着钞票乱飞的场面，辛晓峰心里有了想法。但回到单位，一队给他讲了其中的利弊。保贺那赌案，你知道赌资有多少吗？31万多，简报不都出来了？我很喜欢法律，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。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儿，就限制你不能恶到哪一边。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，想想可以，但做出来不行。有讲人情，不残酷无情。辛晓峰沉默了，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犹豫，突然撑着桌子站起身，坦白了多出来的钱是自己拿的，实际上多了4500。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处分，但一队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大为感动。简报已经出来了，那个数字就是正确的。合适的时候我会还回去，还给法律。我们一样出生入死，你的工资也就是我的1/5。我也不会跟你说下不为例。我这么做，不代表你也得这么做。这种事儿，只能等你理解。随后的几天，那个被小峰救下的男人不时来局里找他，两人亲热地打着招呼，然后驱车离开。这天，一队决定跟着看看两人在干什么。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大为震惊。辛晓峰低着头告诉一队，其实他们3兄弟从中学的那会就有了这个取向。随后一队便给师傅打去电话，告诉他当年的案子可能从头就搞错了，因为嫌犯不可能与一个男人发生关系。但这件事真的能瞒得下去吗？随着老杨与一队妹妹的感情不断升温，危机也在慢慢逼近。这天，一队妹妹带着老杨来到天台，并且脱光了衣服靠近老杨，接着摸向老杨的胯下，露出精了。我就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不敢了，是不是一定有问题？我求你告诉我为什么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
面对他的质疑，老杨解开衣服，露出胸前的老虎纹身。回去吧，你哥，我给你了。看着老杨离开的背影，一队妹妹露出伤心和不解。回到家后，他悄悄来到一队房间翻找资料，最终看到了包里的水库凶手案的档案。然而地上散落的标签条却被一队回家时发现。接着他独自来到两人所住的公寓，四处打量着。在离开时，一队突然在电扇上发现了窃听器的电线，顺着电线，一队找到了房东的房间，并且发现了窃听设备。他拧开开关，辛晓峰和老杨之前的对话传进了他的耳朵。真的不是个一般人，就看一眼就敢把掐那么准。这要是直接不好就辞了，这要是辞了，那姓易的不能把你辞了。那只鞋如果要掉，就让它掉下来。怕是我埋不到尾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把1年的两军账摊给他们看。你说姓易的知道你是那么多巧合都找他身上，跟黄豆佼佼造成的消息反正怎么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实行1997年，容易出意外，容易出意外。那个姓易的真像是那家人派的救人就是要找他们，找他们。我就是放心不下尾巴。然而这时电话突然响起，原来局里再次有了任务，两个杀手正在双子大厦作案。在追击中，几名警察躺在了血泊中，而一队也因为不小心滑下天桥，幸亏被后面紧随的小峰死死拉住，但人已悬在半空，下面足足有几百米。一名同伴迎上二匪，挥动斧子的时候不慎跌落100米高的楼下，这一幕让两人又惊又悲。一队晃动身体想甩开辛晓峰的手，一队看到二匪靠近，辛晓峰还没有放手的意思，他忽然说道：“你们3个去自首吧。”辛晓峰呆呆地看着他，原来一队已经知道他们3兄弟的事情，只要放手，这世上就没有人再去查这个案子。但小峰并没有选择这么做。赶紧跑！你他妈3个这动刀动枪干什么？管他们来抓我！干！这时候2侧天台涌出无数特警，用枪指向劫匪。劫后余生的两人躺在天台上，一队告诉小峰，房东在楼下安了窃听器，而他们的所有对话都被记录了下来。此时一队的师傅赶来，不由分说地把辛晓峰抓了起来。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小峰，那鞋掉下来了的。其实我们都在等这一天呢。你不要跟尾巴再提我了，让他尽早把我们忘掉吧，越早越好。求你。看着辛晓峰乞求的眼神，一队背过了身，旁边的2名警察押走了辛晓峰。隔天，一队来到监狱探监，此时他们一个警服一个囚服，两人隔墙对望。可惜了，你却是吃苦儿做警察的料。其实你已经成功了，这么缜密的心思和勇气，真他妈可惜。其实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头儿，只是想挨了尾巴手术之后，我们走得安心些。最终，小峰和老杨被带进刑罚室，绑在躺椅上，等待他们是最终的命运。随着药物注射进两人的静脉里，他们也在解脱中死去。而另一边的老陈也来到了岸边。我的智商是163，要是哪天事发了，我想我能逃。阿道那个傻逼，还有小峰，你们这两张臭嘴，算你们先知道。操！看来这163的智商跟他们80的有时也差不了多少。算了，我也来了，留给他一个轻松的将来吧。